好，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在微信中搜索想你，有132条聊天记录，搜索爱你有278条，但搜索对不起这3个字却只有1条记录，是我爸发给我的。都说中国的父母一辈子都在等待孩子的道谢，而中国的孩子一辈子都在等待父母道歉。在我前20多年的生活里，我从未听过父母的任何一句道歉，即便被错怪，他们也只会说一句出来吃饭。直到我工作以后，我听到了我爸说的第一句真正的对不起。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朋友约好说毕业之后要一起北漂，但我爸妈死活不同意，非让我在家找份工作。为了这件事儿，我们一直争吵。临走的前一天晚上，我爸还骂了我一顿，说我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不听话了。我当时气不过，我就顶了他一句说，对，我就是翅膀硬了，我明天就走。说完之后，我把房间门咣的一声关上，我就开始一边哭一边收拾行李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爸妈一点都不理解自己，我更不明白我长这么大，为什么他们不相信我能在外面过得好。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满肚子里都是委屈。凌晨1点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他发来的微信，孩子，对不起，爸今晚不该那样说你，只是我们当父母的哪有不希望孩子好的，你还小，你还没出去工作过，不知道在外面打拼有多难。万一你要是受了委屈，我跟你妈离得那么远，什么忙也帮不上，我们不放心。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的苦心。我实在想象不到，像他那样一个自尊心极强又要面子的中年男人，能给我发出这样一段话。我想，对于那个时候的他来讲，我比他一直看重的面子要重要的多。以前别人问我说要怎么知道谁最在乎你，我会说谁跟你说我爱你。但那天我突然觉得，对不起，他很有力量。我们这一生会听到很多次的我爱你，无数次的我想你，可真正能够跟你说对不起的人一定屈指可数。这些人一定非常在乎你，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在你和自己之间选择了你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具备承认自己做错事情的能力。在家人面前说错话的时候，我们会默认家人会原谅自己；在朋友面前做错事的时候，我们会通过一顿酒来冰释前嫌；在伴侣面前犯错，道歉也变得很难，我们不想低头。所以从小到大，没有人能够坦诚的、真挚的跟别人说对不起。所以也许说这3个字是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必修课，只是很多人要用失去来作为代价，才会明白这一点。所以不要等误会扎根才学会解释，不要等朋友绝交才学会挽留，不要等爱人离开你才明白要如何道歉。有时候一句真心的对不起，会帮你留住你在意的人。